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0号。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先谈鲍尔登的这本书鲍尔登的这本书，美国司法部是要求华盛顿地区地方法院是禁止这本书出版。那么在昨天，华盛顿州地方法院的法官叫兰博，他就发表了一个裁决书。他这个裁决书里面是这样写的。他说，鲍尔登赌上了美国国家安全，让自己的国家暴露在险境中，还使自己面临着刑事和民事的责任。但是政府是不能够提供任何证明，能说明就禁止鲍尔登出了这本书，就可以避免这些不可弥补的伤害的。因此不允许出版的这个动议最终还是被驳回了。也就是说，鲍尔登这本新书仍然在下个礼拜，华盛顿时间23号能够得到出版。那么法官这个裁定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法官的这个裁定实际上就指出了鲍尔登这本新书对危害国家安全是有害的，而且是泄露了他不应该泄露的这个机密，并且他写这本书，他已经可能要染上民事和刑事的官司。这是法官对他的一个判词。但是法官认为这本书现在即使是不允许它出版，它造成的这个影响是已经扩散了。也就是政府你现在没有办法拿出任何东西来证明，就是禁止了这本书，那么就可以避免这种扩散。因此这个伤害是已经产生了。所以说法官是驳回了司法部的这个动议，也就是说鲍尔登这本书到时候仍然是可以得到出版的。川普为此是专门转发了一个 Focus 新闻网站报道整个这件事情的一个新闻的一个视频，他自己在推特上转了这个视频。同时川普也专门为这件事写了2条推文。川普这个推文里面是这样写的，他说这本书已经散发并泄露给许多人和媒体之后，备受尊敬的法官在制止他方面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是关于金权和此事的陈述和裁定非常有利。鲍尔登触犯了法律，因此遭到了谴责和责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喜欢往别人身上投炸弹并杀死他们，现在他要把炸弹落在自己的身上。这是川普对整个法官的裁定和鲍尔登出这本书，川普自己新发的这个推文对这件事做的一个解释。实际上也就是说，鲍尔登这本书在美国政坛现在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一个影响。因为鲍尔登本人是川普白宫幕僚里面的重要组成人员，也就是川普总统他就任到现在也不过就是1个任期嘛。这个任期里面，他所有的幕僚的这些长官们基本上都在。鲍尔登他所在书里面所表达的各种情节也就是川普现在的幕僚里面个个都是亲身在场的人员，人人都可以证实鲍尔登讲的话是真话还是假话。那么鲍尔登这本书他就是冒着很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已经到了法官都认为他已经要染上民事和刑事官司的风险，他出版了这本书。因为作为白宫的高级幕僚，在国家档案没有解密之前，他是不可以把白宫里面和国家里面重大的机密向公众披露的。但是鲍尔登仍然做了这个事，而且鲍尔登的书里面我们不管他书里面写的情节是真是假，是真真假假，还是他没有领会川普的意思，或者是错误领会了川普的意思，我们不管他怎么样去讲，鲍尔登有他的道理。但是鲍尔登这本书毫无疑问给他自己是带来巨大风险的，他在这个时候抛出这本书，对美国的大选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尤其他在书里面反复谈到习近平和川普之间互相的勾兑，习近平和川普之间帮助川普购买农产品，然后给川普增加选民的好感，让选民一起投川普的这种用意引导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川普怎么做呢？作为川普来讲，我多次讲过，川普现在只有对中共实施一个很明确的打击，这种打击也就是让人们从行动上看到，他跟中共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勾兑。无论是跟中国的贸易协议谈判，关于购买农产品的这件事，还是书中提到的关于新疆维吾尔族在新疆设立集中营的这件事，川普都应该用他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跟习近平之间没有什么勾兑，只是国家利益而已。也就是川普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他必须要求中国向美国大量的购买，包括农产品，包括能源产品，包括化工产品，这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美国再次伟大，跟中国已经签订了协议，中共就应当来执行好协议。而这个执行协议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条款，就是中国要向美国购买大量的农产品。
我不认为川普把美国的农产品卖给中国有什么错，我也不认为川普他经常讲的要把农产品让中国大量的购买，给美国农民增加收入，在这种方面他讲了这些话以后，引起了美国农民的好感，有什么不可以？美国农民有了好感以后，然后选举他连任这个总统，是不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所以在这种事上面，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妄自菲薄，认为川普他要求中国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购买了农产品以后就造成了美国农民的喜欢，然后美国农民的喜欢以后就把这个选票投给川普，这种顺理成章的事情就变成是川普的一个罪责了。我丝毫不这么去认为。波尔顿的书，他不过是在川普大选之前投下的一个政治炸弹。这个炸弹呢，他希望能把川普炸晕，希望呢把川普所有现在执行的这个政策呢，都把它跟中共的这个勾兑联系在一起。我不认为是坏事，因为呢，川普为了证明他自己跟中共没有勾兑，他必然就要打击中共嘛。尤其是波尔顿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因为大阪峰会还没有涉及到香港反送中运动，所以对香港的问题，波尔顿这本书里面现在就根本没有提到。其实，川普在香港问题上的犹豫，才是我们现在要考量的最重要的问题。因为香港发生的反送中运动，在去年已经进行了半年多之后，美国国会就通过了香港民主人权法案。这个香港民主人权法案，川普一直拖到复活节，川普呢最终呢才给了一个批准。那么这个批准以后，毫无疑问来讲，这个法案就可以实施了。这个法案本来在今年在5月份就要公布这个法案在2020年度实施的一些具体条款。但是蓬佩奥就解释，美国国务院之所以现在还没有立即拿出各种制裁条款、各种实施方案，主要是什么？主要现在在等待国安法。因为在整个中国开两会之前，蓬佩奥就往外放过话，他就说，关于香港制裁的法案，我们需要等待中国的两会。一开始呢，大家还不太明白蓬佩奥讲等待中国的两会是什么意思。原来蓬佩奥早就掌握中共要在两会上去推香港的港版的国安法，因此蓬佩奥是要看港版国安法出来了以后，有哪些危害，有哪些官员他们在港版国安法上面更加的伤害了香港人民的感情，践踏了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制度，然后对这些人肯定要进行打击和制裁的。所以说呢，蓬佩奥呢他就等一等，等港版国安法完全出台，把这个里面事情来龙去脉把它弄明白以后，再决定制裁哪些人。那么目前呢，这个香港港版国安法呢，虽然是在人大两会上面提出了，但是还没有正式通过，也没有正式实施。但是中共是加紧要把这个港版国安法尽快的在香港实施的。在6月20号，中共呢就公布了港版国安法实施的一个草案。如果说这个草案最终得到通过，付诸实施的话，那么港人的生活方式将会发生香港回归以来最大最深刻的变化。也就是香港的法治被完全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完全不存在。因为中共根据港版国安法，它就将在香港设立一个驻港国安公署。这个驻港国安公署它的设置，它就完全颠覆了当时基本法里面规定中共在香港只能设立的3个机构，现在增加到第4个机构，就是原来的3个机构，一个是中联办，所谓中联办就是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第2个是解放军驻港部队。那么第3个是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所，这个呢我们大家都很好理解，因为香港回归之前，在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前，邓小平一再向英国和向香港当地这些土豪劣绅们，都向他们一再的表态，收回香港，中央政府不过是收回国家的主权，只是在国防和外交上面来代表香港，除了国防外交之外，所有的事务香港人民自己做主，香港原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马照跑，舞照跳。这是邓小平一再讲的，你们保留你们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你们香港跟中国大陆是一国两制，你们是港人治港，50年不变，高度自治，这是邓小平一再在香港做出的承诺。那么也就是说，设立驻港部队，外交部驻港特派署，这个呢都是很正常的，中联办这个呢都在基本法里面已经规定。但是现在通过国安法以后，设置了一个驻港国安公署，它就是严重的破坏了香港的法治。因为香港的法治本来是独立的，在香港任何人他一旦如果违法了，是由香港独立的审判制度，由香港当地的这些法官进行独立审理的。如果说现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以后，就变成了中央驻香港有国安公署，而这个国安公署到香港是可以直接执法的，这就破坏了基本法。
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发生了香港反送中运动。反送中是什么？送中是香港希望把他们认为有犯罪的人，或者是中央政府认为某一个人是犯罪的人，由香港政府把这个人送到中国大陆去审判和在中国大陆服刑。他的执行方，他的主动方是香港特区政府，也就是特区政府希望把某些港人他们认为需要送到中国大陆审判和服刑的，有这个条例以后，他们就有这个权利可以送人到大陆，所以叫送中。但是这个送中法案出来以后，就受到香港人民的反对，所以反送中运动持续了那么长时间以后，中共就看这个反送中持续不下去啊。林郑月娥在香港民众集体反对的情况下，他曾经一度先宣布这个送中条例叫做寿终正寝，就是死亡了，这个呢我们再也不搞了。但是香港民众不答应，香港民众告诉他，你应当是撤回，而不是你仅仅讲现在不搞，你现在不搞，你下次可以搞，应当撤回，再也没有送中这么回事。后来林郑月娥没办法吧，林郑月娥就宣布撤回哇，也就是说，所谓的送中条例，最终林郑月娥亲自宣布完全撤回，永久撤回。这样送中条例，共产党就完全失败了，就没搞成功。后来共产党一想，搞什么送中条例啊？我们直接实施港版国安法。我们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就不存在你送不送中，就你香港特区政府你是主动方，你是执行方，你来送中，我不要你送中，我们直接抓。因为有港版国安法以后，他的主动执行方就在中央政府了，在中国大陆，是中共他在香港设立了港版国安法以后，就变成他在香港设立了驻港国安公署，然后由国安公署在香港直接执法。由国安公署派出他们的秘密警察，在香港他们想抓谁就抓谁，他们以国安法的名义把香港人直接带到大陆，而这个执行方和这个里面的主动方全是中央政府了，也就是没有香港政府送中的名义说我们直接抓，我们不要你送中了，我们是主动方。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就完全破坏了基本法，也就是破坏了香港法治的独立，破坏了香港的一国两制，破坏了香港港人治港，香港人只执行香港本地法律对他的要履行的一个法律义务，而根本不存在你中国大陆你的什么法律一国两制嘛，你和我的制度不一样，凭什么让我们香港执行你中国大陆的制度呢？但是中共就通过国安法把这个完全破坏了。因此来讲，中共他要破坏整个香港的法治，要在香港实施国安法，这件事就成为美国国务院考核中国大陆哪些官员必须要受到制裁。因此，美国国务院对香港他这个制裁法案，依据香港民主人权法案，对中国大陆的官员制裁，对香港的特殊政策的改变呢，他要等一等，等国安法出来。那么，蓬佩奥已经多次说明过了。不管现在世界各个国家他们怎么想，也不管你们欧洲欧盟的这些国家你们怎么想，美国已经做好准备了。一旦中共正式宣布在香港实施他的国安法，美国100%会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和所有对香港的优惠政策。这就是蓬佩奥的态度，他这个态度已经摆得很明。为什么蓬佩奥在哥本哈根他这个民主论坛上要求欧盟所有国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站队？因为蓬佩奥认为这个世界已经到了这个格局，两极格局，也就是中美之间是一个对抗的格局。那么也就是说，蓬佩奥就希望所有的欧洲盟国，你要认清楚，你现在究竟应该选择正义、选择光明，还是选择邪恶和黑暗？蓬佩奥明确就说，是中国共产党强迫全世界做出这样的选择，这个选择绝不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选择，而是自由与暴政之间的选择，也就是光明和邪恶的选择嘛。因此，蓬佩奥就说，我不相信有一个什么独特的欧式选择、美式选择来面对这个选择，因为没有任何办法找到一个替代的选项来首处两端，而不必抛弃我们原有的本质。依赖威权主义者的民主配不上民主。这是蓬佩奥明确的说明，也就是说，依赖威权主义的民主肯定不是民主，因为民主就不应该是威权主义，民主就应当是代表大部分人的意志。民主就是空气，它虽然不能当饭吃，但是如果没有空气，你也就不用吃饭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蓬佩奥的这个想法和蓬佩奥他自己斩钉截铁对香港的判断，就明确要求全球欧洲国家，你们在正义和邪恶之间，你们做一个选择吧，也就由不得共产党在香港，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蓬佩奥要求欧洲选边站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要求你们选择。蓬佩奥已经给出了，这是在正义和光明和邪恶和黑暗之间做出的选择，因此就看你欧盟怎么做。所以我们要相信，绝大部分的民主国家它是支持光明和正义的。
欧洲议会就在昨天召开了他们这个议会一个联合表决的这个议程，这个联合表决议程就是针对中国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对中共在香港强行推行国安法的这个法案，欧洲议会是给予一致的谴责，要求中共要保障香港人民他们的这个法治独立，保障香港的一国两制，保障香港人民的自由和法治。所以说他们昨天就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就是正式要求可以把中国起诉到海牙的国际法院。一个是中国在整个疫情期间，中国向海外诉讼疫情，给各个国家都造成了伤害。第二个就是中国在香港强行推行港版国安法，侵害了香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这个支持香港人民的法案在欧洲议会昨天得到了高票通过，有565票赞成，只有30几票反对。而且欧洲议会的议员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演说，他们都要求，如果是中共他真的粗暴的在香港实施了香港国安法以后，那么欧洲也可以动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中共相关的官员进行制裁。这也就是说，美国在制裁中共，欧洲也在制裁中共，而欧洲很多国家他们都可以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中共的各种官员、各种大小官员，对他们本人进行个人制裁。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官员没地方跑了，本来呢是可以跑美国、跑加拿大，那么现在美加把他们一封，他们本来认为还可以跑欧洲、跑澳洲，现在欧洲、澳洲都去不了，也就是民主发达国家都去不了，要去就是去尼日利亚了，去非洲了，到非洲就跟非洲兄弟过日子了。问题尼日利亚对你们也不善待啊。中国现在已经正式受到了海外国家的第一个诉状，你知道第一个诉状哪来的？第一个诉状我告诉你讲，就是尼日利亚。尼日利亚正式对中国提出要2000亿美元的赔偿。这2000亿美元赔偿的这个诉状送到中国以后，把中共的官媒完全就气炸了。中共的官媒纷纷大小媒体报道批判人家尼日利亚，说尼日利亚就是一头喂不饱的饿狼。他们为什么说这个话呢？他们就说给尼日利亚的物资刚刚送到，大量的物资用我们的海轮把他们送到码头，卸货还没卸完呢，他们现在就来找我们索赔，而且狮子大开口，一开口就要2000亿美元啊！这个就是一个喂不饱的饿狼啊，就是第二个白眼狼啊！这第二个白眼狼这句话我觉得用得很好，那也就是说有第二个白眼狼就一定有第一个白眼狼了。第一个白眼狼是谁啊？那么多半就是金灿胖，就是朝鲜了，因为中共几十年来喂养了朝鲜这个白眼狼，最后白眼狼是反过来咬中共一口的。他们说尼日利亚就是第二个白眼狼，因为给尼日利亚的医疗和食品大量的物资在码头上现在卸货还没完全卸完，因为大量的船送过去啊，这边人家要跟你要2000亿美元的赔偿啊，所以把中共气炸了。那么但是人家尼日利亚人家看得很透啊，人家很清楚你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啊。欧洲议会为什么有500多票要赞成要制裁你中国，只有几十票支持你啊？也就是把你送上海牙国际法庭以后，你中共是被告，你中共是逃脱不了正义的世界人民的审判的。在这个过程中，人家尼日利亚知道你中国在世界上真实的地位，你光靠送钱没用。在人家尼日利亚政府眼里面，你中国政府就是韭菜，你的救援物资刚刚送到，但是索赔2000亿美元的这个诉状也到了。韭菜嘛，就是可以反复收割的哇，你的物资照样要，但是索赔1分都不能少，这就是人家非洲的态度。尼日利亚是先开了一个头，然后非洲国家一起这么去做，对你中国，你中国在人家非洲人眼里面就是一个粗壮的韭菜，可以反复收割的，就是反复可以要钱的，而且以前给予人家援助那些钱都不用还。你习近平不是讲过吗？都不用还，免掉非洲的债务。那人家非洲人就这样，狮子大开口，就是跟你要钱，你不给钱就索赔哇。现在你给人家非洲因为新冠病毒，因为武汉肺炎给人家造成了损失，人家索赔哇，索赔的金额有人家开哇。所以说，中共用钱交过来的朋友，就是用钱买来的朋友，以利交友，金断有尽，现在就是这么简单。人家现在看到你手上还有点钱，所以人家现在就来弄你的钱。等到钱没有了，有就尽了，没有一个人跟你中国做朋友。你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在全球，在非洲人心目中，也就是这个地位。无非中共就是什么？中共通过他的钱能把控一些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嘛，包括世卫组织嘛，世卫组织、联合国都是为中国说话的哇。所以说，中共他用他的钱
操控着联合国的各种委员会，尤其是人权委员会。你看看，联合国能够把人权理事会的办事机构把它设立在广州的，整个人权理事会里面很多高级专员，审查全球人权执行状况的高级专员都是中共派出的，都是中国人啊！一个派猫来守耗子的这个人权委员会，你觉得它是人权委员会呢，还是吃人委员会呢？所以说，中共它现在就是通过它的权力，通过它的金钱控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因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里面的所谓的人权专家，他们就对美国司法部长把安提法称为恐怖组织，他们说他们表示担忧，他们发表公开的评论说，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把安提法称作恐怖组织，他们认为这会破坏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和平机会。联合国的这些专家就是公然说假话，他们对安提法在美国造成的这个如此大规模的侵害看不见吗？对安提法现在已经把美国所有的国父们的纪念雕像都炸掉，华盛顿的、杰弗逊的都炸掉了，你看不见吗？这完全是黑人暴动，这完全是冲击美国的制度，冲击美国的文明法治。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专家反而认为安提法不算恐怖组织，把他们定为恐怖组织是有害美国的自由言论。这个专家都是为谁在说话啊？所以说，今天世界的演变，它不光是金钱控制下的人们的堕落，还有一部分所谓专家他们思想意识形态的腐化，他们已经完全堕落成共产主义，堕落成纳粹思维，这才会对美国现在的所谓黑人命贵，黑人冲击现有司法制度，冲击现有社会制度，然后砸毁美国的自由文明，他们对他叫好。正是因为联合国有这样的专家，美国有这样的民主派的领袖，才导致美国所谓黑人命贵的这个运动，现在演变成跟中国它这个文革一样的一种暴行。好，我们最后来说关于常州这个新城集团董事长叫王振华，王振华最近被法院判处他5年刑，判了他5年刑后，他非常的不服。他的这个御用律师呢叫陈有希，陈有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是所谓有名的刑辩大律师，实际上是中共御用的官办律师，他所有的立场都是站在中国共产党、站到中共这个专制法治角度上的这个所谓律师，他是不会为任何正义说一句话的。现在王振华被判了5年，王振华是高喊叫冤，他自己对被害人没有一丝歉意，没有给过1分钱赔偿，而且他自始至终认为他是被冤枉的。陈有希在为他辩护中说他是无罪的，陈有希甚至能给他拿出一个辩论词，说是什么？说王振华他猥亵和他玩各种少女，他是实际上是有底线的，他的底线就是16岁以下的女孩他不碰，他要玩都是玩16岁以上的少女，所以说这一次把他定为猥亵儿童罪，对他是冤枉了。这就是陈有希，我不知道陈有希你是在帮王振华呢，你还是在黑王振华呢？他拿了王振华大把的钱，他为王振华辩护，他的理由就是王振华有底线，不玩16岁以下的少女，这个少女现在在16岁以下，所以说肯定不是他玩的，因为他有底线，他要玩就玩16岁以上，玩16岁以上好像就没有罪一样的。因此王振华作为他自己一个劣迹斑斑的一个玩弄只有9岁女童的一个所谓董事长，他就可以振振有词说他没有罪。在中国就是富人的天下，在中国这些富人他可以藐视法治，在中国权力和金钱一旦超越法治之上，他们就可以玩弄了女童以后，然后还可以理直气壮。对于王振华的判决嘛，那个凤凰网都看不下去了啊！凤凰网是央视2台啊，凤凰网是专门在他们的网页上开办了一个读者调查，也就是你认为王振华判5年猥亵女童，他这个案的判的是否过轻？那么他这个调查出来了以后，一共有18万多的网民参与了他这个调查，90%以上的网民都认为王振华判得太轻了。作为一个富豪，作为一个亿万富翁，可以随意的玩弄女性、玩弄女童，猥亵罪只判5年啊！只判5年啊！人家大学生上诉掏个鸟窝要判11年的。所以说中国是什么法治呢？中国的法治就是在有钱人、在金钱、在权力面前，马上这个法治就低头的，可以让王振华这一类的人为所欲为的。现在王振华不但是没有任何悔意，没有任何悔罪认罪的表现，反而要求法庭要恢复他的名誉，还要恢复他全国劳模的荣誉啊！不仅是恢复他的名誉啊，他没罪啊，他要玩的是玩16岁以上的少女啊，16岁以下他有底线的，他不玩的。这就是在中国啊。你知道在美国会怎么样？美国的一个网球教练因为猥亵儿童判250年啊！所以王振华这种人在美国，他就首先要被化学阉割，他要把牢底坐3辈子，他
他要做200多年，但是他在中国5年，他还名言教区，他还觉得他委屈得很，他还要恢复他全国劳模的荣誉。全国劳模就是专门玩女童，就是按照他自己所谓的底线，就是玩16岁以上的少女，这就是中国的全国劳模吗？劳模都是这种境界，所以说你就知道共产党是一个什么邪恶的政权。共产党的法治能够对一个亿万富翁因为玩弄的女童只判他5年，还感觉到他们的这个司法是多么公正的。全国人民都说你是假的，所有的网友90%的网友，要是一个普通人，他去猥亵了一个9岁的女童，他就判5年吗？我不说吗？大学生上诉掏个鸟都要判11年啊！这董事长玩了9岁的女童5年，他还名媛教区啊！像陈有希律师就是中国现在典型的这个共产党的御用律师，打着律师的旗号，执行的是共产党专制的政策，从来没有站到正义一边，从来都是为邪恶辩护，然后收取大把的金钱以后，为共产党的这个邪恶的制度鸣锣开道。因此，中国的法治现在就这样，无论是共产党控制的公检法，还是说那种打着为老百姓辩护的这些律师，通通都是像陈有希这样出卖灵魂、出卖良知，所以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来讲，现在全球要铲除中共，要消灭共产党的制度。在共产党制度被铲除以后，所有帮助共产党为虎作伥的，所有跟着共产党升官发财的，在共产党这个体制下欺压百姓的人，最终他们都会和共产党是一个下场。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